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天上午，新华广播台发出预告，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于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届时，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会参加阅兵仪式，这是新中国最值得欢庆的一天。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9月30日晚，毛主席依旧伏案工作，一直忙到了开国大典当天早上。周总理担心毛主席的身体，连着3次电话询问市卫长李银桥主席睡觉没有，并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主席睡一觉。看着屋内不断忙碌的身影，李银桥在门外纠结了很久后，还是硬着头皮推门而入，向毛主席传递了周总理的问候。主席没有回应，继续工作，直至早上6点半才去睡觉。他让李银下午1点钟叫醒他。为了下午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李银桥在门外站了一上午，时刻盯紧着墙上的钟表。要是耽误了开国大典，那将是历史性错误。下午12点55分，李银桥叫醒主席。主席吃完饭，赶到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这次会议时间虽然只有不到1小时，但是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它表明中央全体委员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3点整，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伴随着国旗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天安门广场上54门礼炮连响28响。这54门礼炮象征着当时全国54个民族，28响则寓意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此时，全国上下都在欢呼庆祝着新中国成立，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开国大典前夕，蒋介石曾密谋轰炸天安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自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以来，全国人民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反抗南京政府的压迫，推翻蒋介石政府，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同胞一起奋力抗争，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不断努力着，最终推翻了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世界，自然也是传到了身在台湾的蒋介石耳中。听着广播中天安门欢庆的消息，蒋介石就没有什么动静吗？开国大典举行前，蒋介石已经得知中国共产党将在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新中国成立仪式。蒋介石的手下毛人凤建议策划袭击行动，破坏开国大典。蒋介石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报内战大败的仇，说不定还能借此让国民党站起身来。为此，蒋介石赶忙会见了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商讨空袭天安门的策略。然而当时国民党的飞机续航能力有限，满载油箱只能飞过去，但是飞不回来，无疑是自杀式袭击。为此，蒋介石让总参谋长顾祝同会见了杜鲁门，寻求帮助。得知蒋介石打算轰炸天安门的计划，美国也决定插一手，让自己的小弟韩国将机场借给国民党空军使用。这样一来，国民党就算飞机轰炸完也能安全返航。终于，蒋介石决定以浙江舟山群岛为基地，派出飞机在开国大典时轰炸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非同小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会站在城楼上，天安门广场上还有聚集数十万民众。如果敌军前来轰炸，那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国民党空军基地的不寻常动静也是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主席很快意识到蒋介石可能会来轰炸天安门。为了防止敌机空袭轰炸，周总理和李克农、聂荣臻等人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李克农提供的情报来看，国民党空军基地服役的都是美国 B-24轰炸机。在1949年5月4日，
国民党空军就组织过一次空袭，当时国民党空军就从青岛派出6架 B-24轰炸机飞到北平上空进行轰炸，造成数十人伤亡，100余间房屋摧毁，是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空袭事件。B-24轰炸机时速约488公里，最大航程3380公里，从舟山群岛起飞飞至北平需要大约3小时。对此，聂荣臻提出将开国大典时间定为下午3点，公开举办时间定为上午10点，这样一来的时间差就是第一层保障。如果蒋介石认为开国大典将在上午举行，空袭过来的飞机就会扑了个空，没有足够的续航能力，飞机也无法在北平上空一直盘旋。但光是这一层保障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完全不清楚国民党会有多少飞机空袭，每一架飞机对于开国大典都是致命威胁。而且当时解放军防空力量薄弱，连防空雷达都没有。对此，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做了如下部署：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向北平方向设置防空站，各观察哨点每隔10分钟向北平汇报情况，再由阅兵指挥所作出指示。其次是建立防空洞，敌机来袭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参观阅兵仪式的百姓立刻进入附近的防空洞避难，而解放军空军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应对敌机的到来，而地面陆军部队要广场外组织防空火炮对空射击。最后，受阅战机中带弹受阅，收阅的空军战机携带实弹飞行，敌军空袭时可以直接进入战斗，让国民党空军有去无回。而地面的收阅部队也实弹上场，应对突发情况。此外，新中国成立前，北平是国民党北方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聚集着许多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2厅、党通局、军统、中统以及阎锡山情报机构等特务系统都在北平建立起来。北平和平解放后，这些特务机构都相应瓦解，但是也还有不少参与组织在北平秘密活动。这些潜伏的特务严重威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以及开国大典的筹备。为此，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军委成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担负着党和国家中央机关安全警卫，维护北平治安。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罗瑞卿受到中央指示，负责开国大典的安全。而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罗瑞卿和部下扮成市民模样，在北平大街小巷巡查，找出潜伏的特务。一天傍晚，化妆成市民的公安中央纵队第1师第2团排长刘栓虎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这个人身着黑大褂，戴着帽子，在街上走来走去，不停地张望着。出于安全考虑，刘栓虎秘密紧随着这个神秘男子。这个男人东张西望，拿出纸笔记录着什么，随后就消失在小巷子中不见了。刘栓虎在男子走过的地方巡查，角落里一直未熄灭的烟头引起了刘栓虎的注意。刘栓虎捡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这种香烟十分昂贵，不是一般人能抽得起的。既然是有钱人，为什么还要这么神神秘秘？刘栓虎赶紧向上级报告了此事。上级指示刘栓虎多盯紧这个人，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特务。刘栓虎一连盯梢5天，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又发现了这个人。夜幕降临，周围的人都已寥寥无几，唯独这个人还是穿着黑大褂，戴着帽子，手上依旧拿着纸记录着什么。刘栓虎立即走上去，发现这纸上画的正是天安门的地图。刘栓虎立刻盘问这名男子，这个人见大事不妙，从腰间掏出一把刺刀，朝着刘栓虎挥去。还好刘栓虎身手敏捷，一脚踢飞男子手中的刺刀，很快将男子制服，将他关押到审讯室。经过调查，此人名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部北平情报组的特务，负责绘制天安门广场的地图，受到国民党上级指示，策划在开国大典主席巡视车的路上安放炸弹。王以才被捕后，特务的活动依然在进行。当时政协会议在北京举行，各界代表都被安排在亚洲饭店吃住。国民党特务也是知道了这一消息，于是特务头子吴瑞金策划了暗杀行动。由于亚洲饭店戒备森严，吴瑞金几次企图进入都以失败告终。
而在亚洲饭店踩点过程中，吴瑞金发现每天都有菜农进来送菜。吴瑞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于是高价买通一名菜农，伪装成他的身份混进送菜队伍中，伺机进入亚洲饭店。9月24日当天，吴瑞金的潜入亚洲饭店行动开始。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些亚洲饭店的侍卫都是参加过百场战役的战士，对于异常的行为有着十分敏锐的洞察。吴瑞金挑着一担蔬菜跟在其他菜农后面，企图混进亚洲饭店。然而他挑着菜跌跌撞撞的样子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因为这根本不像是一个菜农。哨兵叫住他，发现吴瑞金这个面孔没有见过，便盘问起来。吴瑞金心里发虚，顿时大汗淋漓，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哨兵又发现吴瑞金的手十分干净，居然没有一点老茧，根本不是干过农活的人应该有的手，随即将他扣押起来。之后就在吴瑞金的菜篮子里发现了一枚炸弹，证据面前，吴瑞金承认自己就是特务，准备进入亚洲饭店安装定时炸弹，趁着政协委员代表们吃饭时引爆。但两起特务的行动失败，并没有打消蒋介石搞破坏的想法，反而是愈加猖狂。蒋介石手下还有一员大将，中统特务赵宾古。赵宾古在北平从事特务多年，老练精干，关系网也是十分的广。而且赵宾古跟李济深、张澜等民主人士还有一些交情，他得知了中央将会组织一个新政协，便托关系会见了周总理，想在新政协里获得一席位置。如果成功，就直接深入到中共中央内部，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嘛，对于赵宾古，李克农一直盯得很紧，突然面见周总理一事，立刻引起了李克农的高度重视。然而，李克农决定先静观其变，准备顺藤摸瓜，一举抓捕这条线上的所有特务。9月20日，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前一天，赵宾古被抓捕。在赵宾古的住处发现了大量的密码本以及一个通讯电台。与此同时，赵宾古手下的多位特务也被抓获，证据面前，他们供认不讳。见安插在北平的特务被一一捕获，蒋介石也是意识到暗地里搞事没有希望了，将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开国大典当天的空袭计划中。然而这一计划到最后都没有实现。就在空袭计划实施的前夕，美国政府突然决定不插手此事。尽管蒋介石一再要求，美国政府也默不作声。美国一走，小弟韩国也跟着撤退了，不再给国民党空军提供机场。失去了韩国的机场，就意味着空袭的飞机将又去无回，这对国民党空军将是重大损失。特务计划的失败，美国政府的突然离开，蒋介石不得不自己面对这个空袭计划。解放军的空军实力远不及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空袭计划的成功性非常高，但相应的自己也会有较大损失。蒋介石一直思考方案，迟迟做不出决定。时间一晃就到了10月1日，国民党空军已经在舟山群岛待发，等着蒋介石的一声令下。就算回不来了，这次空袭对于蒋介石也是一次莫大的成功。10月1日一早，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飞行批准，蒋介石一直犹犹豫豫，坐立不安，始终没有下达指令。早上10点过后，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公布了开国大典举行时间，收音机前的蒋介石也是听到了，如果再不行动，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周至柔再次致电蒋介石，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舟山群岛的战机已经蓄势待发了。电话那头，蒋介石突然站起来，猛拍一下桌子，几乎吼叫道：“任务取消！”还没等周至柔询问为什么，蒋介石已经愤怒地挂断了电话。坐在收音机前，听着天安门欢呼庆祝的声音。根据蒋介石的解释，空袭计划的取消完全是为了保护天安门和当地百姓。北平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北平的和平解放也不难看出，国共双方都不希望这座对中国意义重大的城市遭到破坏。何况开国典礼当天，天安门聚集了10多万民众，肆意的轰炸，实在是不明智之举。这就是在对新中国的又一次挑衅，势必会挑起战争，这对于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军队是大不利的。何况这更是一种失去民心的行为。然而更深层次上，取消这次空袭计划是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
国共内战中，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靠着先进的装备，一直压着共产党部队。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最后依旧溃不成军，完全是因为蒋介石已经不得民心。南京政府的高度压迫下，百姓民心所向，选择了共产党。全国民族大统一致对付国民党，蒋介石自然失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蒋介石也明白。没有了民心所向，即使开国大典国民党空袭成功，但这也不能让蒋介石再回到以前的南京政府。或许是明白了这一点，蒋介石才最终放弃了空袭计划。